据俄罗斯观点报26日报道，美国将为在乌克兰的行动命名，并任命一名将军指挥官。这名美国将军的任务将包括直接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协调北约盟国的行动，甚至控制基辅当局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给某一团队及其使命起一个名字，并不是简单的起名字，而是意味着建立一个有固定人员及办公经费的团队，他们将负责协调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长期支持等行动。俄观点报分析称，美国人正在通过代理人向乌克兰派遣战争总司令，试图将其在乌克兰的行动制度化和合法化。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项决定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加强对向乌克兰供应的武器使用权的控制，还将改变美国与乌克兰武装部队互动的方式。如果说早些时候美军主要向乌克兰同事提供建议，那么现在他们将接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管理。首先要澄清一下啊，拟议中的对乌军援特别代表目前只是在白宫内部提出商议，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决定。况且相关信息提出，这个代表要接受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和防长的双重领导，办公室呢要设在五角大楼，说明这个职位的安排核心是要调整美各部门援乌项目的实施和成效。从当前态势看，乌克兰的对美的防务需求是水涨船高，尤其传闻中的乌军大反攻迟迟没有到来，乌方一直把这一个问题归咎于美欧军援尚未到位。美国此次抛出所谓的援乌特别代表这样一个职位，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安抚乌克兰的人心，让他继续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毫无疑问，拜登已经把总统连任压在了这场战争上。8月25日，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相关问题。美国白宫称，拜登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并介绍了美正在向乌提供的安全援助的最新情况，包括24日宣布的提供的29.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据报道，此次援助的主角是6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数量不明的配套导弹。对此，有分析指出，如果乌克兰获得 NASAMS， 它将不仅会成为乌克兰得到的第一个先进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更大意义还在于很可能成为改变乌克兰空天防御能力的转折点。目前，乌克兰唯一的中远程防空系统是苏联时代陈旧的 S-300。除此之外，西方提供的所有系统都是短程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而目前，俄乌正在激烈争夺，特别是乌东顿巴斯战区上空的制空权。在乌军已经处于下风的情况下，该系统能有效填补乌克兰在短程便携式防空导弹和大型远程防空导弹之间的防空能力，成为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空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另外，该系统虽然是美国技术，但美军几乎没有装备地空导弹，即便被俄军缴获，也不至于被严重窃密。此外，这次军援还包括若干架美洲狮无人机和数套扫描鹰无人机的支持设备，若干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这也再次证明无人机较量是俄乌战场上的重点。这2款无人机虽然小，但能力强，如果投入乌克兰战场，将显著增强乌军对战场的侦察能力。This may be our largest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to date, but let me be clear, it will not be our last.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目前乌克兰急需的大礼却是待发货状态，而且发货时长很可能是1到3年，因为拜登政府表示这批军援将不动用库存，会从业界采购，具体出货时间取决于军火企业。但据之前报道，包括雷神、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巨头早前都曾提及，受供应链危机影响，产能早已饱和，交付新订单的时间将有所延迟。对此，有专家指出，这几款装备贴合乌克兰战场实际，对俄罗斯的针对性更强，就军援来说具有突破意义。其实按照美国的库存与能力，完全有可能实现短时间交货，但美媒现在炒作1到3年才交货，就是放出一个风向球，测试俄罗斯的反应与底线。另外，也能起到延宕俄乌冲突的作用。实际上，自2021年1月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2014年起，美国向乌克兰承诺的安全援助数额超过155亿美元。不过，对于美国对乌军援，外界一直质疑声音不断，美媒都忍不住吐槽，武器一旦进入乌克兰，就很难知道最终的去向了。
美国防部代理监察长肖恩·奥唐纳近日就透露，由于乌克兰官员全部使用纸质文件进行统计，乌克兰政府可能无法确定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的确切位置。他担心，在混乱的管理机制之下，美国政府与乌克兰有关的上千份军事合同中或许存在欺诈行为。而且更夸张的是，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披露，截至8月3日，只有23.84%的美国军援到货。另外，这次新宣布的军援待发货时间这么长，中间可能还会经历中期选举与总统大选。下一届总统上台后，这个援助还算不算数，尚存在变数。有一点要强调，美国人花钱是要看受援方到底卖不卖力。从2月24号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到8月底的时候，美国实际交付乌克兰的援助物资及现金总价值已到98亿，而新开出的这样一个援助名单，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执行的，因为乌克兰已经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中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同时呢，也反映出美国和欧洲在信息技术和先进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抵消俄军的数量优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事实上，虽然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让美国的军工企业与能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由此带来的动荡却让美国军事资源和军事能力过度紧绷。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据报道，超过2000万户美国家庭开始拖欠电费，普通民众6月、7月的电费甚至多达500-600甚至上千美元。而在紧跟着美国跑的欧洲，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生活成本危机愈演愈烈，食品和能源价格攀升，罢工抗议时有发生。再加上对于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忧，欧洲民众对乌克兰的关注度下降。迪米特里斯是希腊一名普通的市民，现在让他头疼的不仅是高额的电费账单，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天。迪米特里斯表示，2年前为了降低电取暖产生的费用，他选择花费3000欧元给家里购置了一套天然气取暖系统，降低了家庭的花费。但是今年俄乌冲突与欧盟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可能面临的天然气供应中断，让他很是担忧。I'm going to use electricity. That means I'm going back to the old condition that I have to pay a significant amount.of money to have heating. 尽管民众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日前为了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展示西方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美、英、法、德4国领导人还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援。与美国宣布最新军援计划的同一天，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宣布了总价值约5400万英镑新的对乌军事援助支持方案，其中包括2000架最先进的无人机等。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也不顾本国经济和民众的利益，表态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不过他话音刚落，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就出来叫穷。就目前联邦国防军的库存而言，军方已经达到了能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武器的上限。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双簧。从2月份开始，美国、英国率先援乌，再带动东欧对俄疑虑的国家，像波兰、罗马尼亚清空仓库来援乌，就形成了一种对老欧洲的压力，迫使像德国、法国还希望从中斡旋的国家加大援乌的力度。还是那句话，要让欧洲和俄罗斯进一步的分道扬镳，是更符合美国以及美国在欧洲代理人英国的利益的。其实之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仅有30%处于可用状态，弹药库存量也很低，甚至德国士兵还缺少包括军靴、军服和床上用品在内的必要装备。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支持乌克兰，军工企业将不得不为乌克兰专门开动生产。
但讽刺的是，乌克兰却已经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当作是理所当然。乌克兰前驻德大使梅利尼克就不但指责德国对乌军援行动缓慢，甚至还诅咒那些要求柏林停止对乌军援的德国人，让他们下地狱。即便德国已经为了支持乌克兰而付出惨重经济代价，但在基辅当局的眼里，柏林仍然就是想骂就骂的出气筒。对于西方持续对乌军援，近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多个党派的议员在议会下院官网发布呼吁，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指出乌克兰正在用这些武器杀害平民，制造核威胁，向乌提供武器使西方国家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帮凶。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оучастника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я попросил добавить слово и пособн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головным кодексом пособник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е, кто поставляет оружие и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убийства люде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也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22日刊文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实在过去的这半年时间里抓住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和想象力，通过向西方各国道德施压，获取了大量战备支援。然而，随着冲突的持续，泽连斯基可能会发现他的呼吁将越来越难以引起欧洲领导人的注意。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在1月24日到8月3日期间，波兰紧随美国之后，向乌克兰承诺了约18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英国、德国、捷克、丹麦等此前坚定挺乌的国家，分别提供了约13.3亿欧元、6.6亿欧元、3.4亿欧元和2.7亿欧元的军援。俄乌冲突爆发后，早早派出总统访乌团的波罗的海3国也承诺了1.2至2.5亿欧元不等的军援。而长期斡旋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法国，虽是大国，军援额度却略低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约为2.3亿欧元。但现在欧洲6个主要大国整个7月间没有增加对乌援助承诺，6月新增的援助也远低于4月和5月的水平。据该研究所分析，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了全世界40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承诺中。援乌武器装备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比方说像它的中程的地空导弹，还有海马斯火箭炮以及各种新式战机的培训，需要一段的时间，交付的过程自然有所节奏放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要确保乌克兰立于不败之地是美西方的底线，因此相关的援助，我个人认为既不会断，也不会减速，只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进行有步骤的升级或者维持现状。